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是2026年的第一条播客。首先呢，我想要在这里祝大家在2026年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顺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健康。现在虽然是2026年的1月份，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面，2025年还没有过去，真正的过去是会在农历新年，也就是中国的春节之后，才会真正的开始新的一年。所以大家现在的心呢，都还停留在我接下来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年假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在年底的时候，在2026年的元旦和2026年的春节期间的这一段时间呢，很多的中国公司会举办1年1度的年会活动。我为什么想要讲到年会活动？正好前2天我妈妈在家里面收拾出来一个全新的电器。这台电器呢，是我妈妈在2-3年之前获得的。这台电器呢，放在我家里面是完全没有开封过的一个全新的电器。我妈妈昨天把这台电器打开了之后，然后发现是微波炉，她就觉得家里面不需要，就让我的爸爸把这台电器送到了我的家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台电器的由来，我妈妈才联想到，原来这台电器是她3年前参加公司的年会收到的一个礼物。所以呢，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年会以及中国公司提供给员工的一些福利。首先呢，讲到福利，我就想到和我们一个日常息息相关的话题。除了基本的社会保障，比如说保险，比如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之外，公司有的时候呢还会给员工提供一个年度的体检，就是每年公司会和医院或者一些体检的机构购买一个团购的套餐。我过去工作的期间呢，一直有进行这样一个体检的，它是一个给员工的一个福利。那你自己呢，也可以增加一些项目，比如说自己多付一部分的钱去检查更细致的一些项目。但是基本上公司提供的这个套餐里面已经包含了很基础的或者一些升级过的一些检查的项目，这个是非常好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风险厌恶型，我会觉得这是中国公司提供的一个蛮好的福利。如果大家之前看过我的视频，那大家知道我在德国和日本都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我在日本的企业里面呢，有实习过，德国的公司工作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但是我在德国的公司只有在入职的时候有过一次体检，后面没有这种公司提供的福利给我们去每年进行体检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呢，入职体检也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企业都需要我们提供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入职体检。然后有一些公司会给员工提供一项福利，那就是每年进行一次年度体检。那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一直都是有进行这样的体检的。在这种福利之外，中国的公司呢还会给员工提供一些很小很小的福利，比如说团建活动，类似于福利，但是会让
一些人觉得不太开心的事情。有的公司里面会进行每周一次的团建，这种活动的形式的出现，也是因为前几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公司有多余的钱，那团建活动设计出来呢，是为了凝聚公司的团聚力，加强同事之间的友好合作。概念是这么说的，但是具体上会不会得到这样一个正向的反馈呢？我不太清楚。因为中国特别流行团建活动的时期呢，其实是3-4年以前，那个时候所有的公司的效益都非常好，公司有多余的钱给员工提供更好的一些福利政策。当一家大公司把这样的一个传统设计出来了之后，然后呢，各大的小公司、中小公司也纷纷效仿，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团建公司成立了出来，很多的地方被设计成了专门供团建活动准备的场地。这是前几年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之前的工作环境里面呢，没有团建活动，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工作的场合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包括我爸妈现在他们还是有每个月一次的团建活动。比如说我妈妈他们公司里面的团建活动是每个月每个部门进行一次聚餐，他们的部门可能有3到4个人，然后公司给他们的预算是每次吃饭1000块钱，然后他们部门里面会决定把这个1000块钱是去吃烧烤，还是去吃火锅，还是去吃自助，都是由他们部门内自己决定的。但是上个星期我有听我妈妈回来说，公司决定节省开支，以前每个月进行一次的活动，现在可能被缩减为半年一次，也就是1年决定2次。聚餐对于整个东亚来讲都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团建活动呢，就是周末游，公司也会拨出一部分的预算，然后给到每个部门里面，然后部门决定呢这次的出行会定在哪里。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周末游也不会过夜，所以呢一般都是这种一日游。我爸妈他们经常参加的这种一日游，也就是去我们本地的一些湖区，然后去露营，然后去烧烤。这个就让我有点，我会觉得这种团建活动很像学生时期的郊游，但是年轻人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团体的活动，团体建设，所以叫团建，对吧？年轻人不太喜欢，是因为本来就好不容易工作了5天，工作了6天，好不容易有1天休息天，还要拿出来跟公司的人在一起活动，他们会觉得我原本的休息时间又被压缩了，所以年轻人不太喜欢。尤其是大家现在比较推崇工作和生活分离的时候，如果再把生活的时间压缩，工作的时间渗入到生活的时间，这就不太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喜欢团建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种公司的福利呢，就是旅行。比如说我妈妈他们公司是会经常的进行这种周末游、一日游的这种形态，但是我爸爸他们公司没有。我爸爸他们公司是每年公司会提供一个3到4天的旅行机会。他们一开始在公司的第1年呢，就是去了外地玩了3到4天，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公司里面大多数都是有家庭的
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了，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左右，大家就觉得不行啊，家里面又有小孩又有老人要照顾，实在没有时间去就和同事出门3到4天。后来他们公司的老板就决定听从员工的建议，把这个3到4天的旅行权益换成了3到4天的假期，还有一笔2000块钱的旅行基金。那这个就是旅行假再加上旅行基金的一种形式。所以每个公司呢都会多多少少给员工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权益吧，这样或者那样的福利吧。那团建活动最大的形式，团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每年年底的公司的年会。有的公司呢会把年会放在元旦和春节的中间，有的公司呢也会把这种年会放在跨年的时候。跨年也就是元旦的12月31日到1月1日的这个晚上，这个就叫跨年的活动。根据每个公司不同的规划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公司的年会，但是我有参加一些各种行业协会的年会，通常都是在12月31日举办的。那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公司呢，虽然是外企，我妈妈是在一家韩国的企业，我爸爸是在一家台湾的企业，年会的形式都是这样子的。大家会像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一样，坐在一起吃饭，然后看公司的人表演节目，公司的领导们上台讲话，要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发生了哪些错误，未来的一年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对吧？我们称为年终总结以及新春展望。然后第二个环节呢，就会看员工表演。有些公司会希望员工上台表演，那每一个部门都要出一个表演。年轻人为什么很讨厌这件事情呢？又是因为那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喜欢表现自己，他就觉得我终于可以有一个上台表演的机会，上台唱歌的机会，上台说相声的机会，这些人会比较喜欢。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 I 人，他们不太希望就是过多的表现自己，这个时候呢就会很反感这种集体的活动。我在网络上看到过比较好笑的事情，就是好笑的年会现在基本上都是做一些反差性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几个大老爷们然后再跳女团舞，也就是韩国的女团们跳的那种舞蹈，跳女团舞就是这种通过外形和动作的反差感来形成一个好笑的结果。这种呢在前几年也会比较火，当一个事情在网络上变得比较火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就会利用这种火来强迫自己的员工做一些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大家觉得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我还要来排练节目，但是呢领导说了你要做，你必须得做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矛盾就会出来了，大家对于公司的不满也就出来了。年会还有一项特别重磅的节目，那就是抽奖活动。有的公司呢会提前放出来一些消息，说今年最大的奖品可能是出国旅行的几日几日游，也有可能是说最大的奖品是1万人民币。我说的都是中小企业的情况，比如说那种很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那他们的规格又会不太一样。那我爸爸妈妈他们工作的公司呢，每年就会买一些电器商品，这种实物就是实体存在的物品，这些实物然后来作为奖品，可能1等奖是一个价值2000块钱人民币的电器，
那我妈妈之前抽到的这个微波炉的价值呢，就是200人民币，不是特别贵。那我爸爸他们公司特别喜欢抽现金，他们公司就不会购买一些实体的物品、实物，而是把不同金额的钱直接包成了不同等级的红包，然后来让大家抽。比如说1等奖，那就是5000块钱人民币；2等奖那就是3000块钱人民币，然后3等奖呢就是500人民币。但是1等奖只有1位，2等奖呢有2位，3等奖呢可能会设置个5位到10位这个样子。这就是不同等级尽可能的让大家都可以获得一个奖品，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对，我爸爸妈妈之前呢，就是说不管大还是小，不管这个奖品是特别大的，就是价值特别高的，还是价值特别低的，每年的年会都会有一点点收获。这个是相对于工资体系的奖金以外的一个另外的奖金。比如说工资可能是固定的，1个月多少钱，然后年底的时候呢，会根据你的 KPI， 然后给你发奖金，对吧？但是最后呢，这个年会上面获得的，不管是钱还是物品，它都是脱离于工资体系以外的一个小小的奖品。所以大家对于年会唯一的期待，也就是这个环节了，就会比较有意思。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参加这种的年会，但是我有参加过一些商会或者行业协会里面的年会，就是不管是什么协会，只要办到年会了，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走的。然后前面呢，大家就是很无聊的在听别人在台上讲话，然后呢，后面抽奖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激动，就是有一点像超级大乐透，对吧？有一点像超级大乐透，就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运气咯。这个就是中国的年会形式。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呢，有参加过一个酒店里面的实习项目。日本的企业里面呢，都会进行一个忘年会啊，我参加了可能有20场忘年会吧。就是我觉得忘年会他们也很有意思，都很固定。公司里面的忘年会，因为是在酒店里面购买的一个套餐，所以所有的忘年会都是同一个形式的，可能会提供一种自助餐的形式，然后摆几个桌子在这个场地里面，然后大家就站在这里。首先呢，就是企业的领导们站在台上讲话啊，鼓励一些员工，夸某些员工，鼓励一些员工然后今年做出了哪些的成绩，然后呢就说干杯干杯，然后就是干杯，然后就是开始吃饭。但是他们是没有这种什么抽奖的环节的，没有。而且我还能够记得，就是忘年会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整个现场黑乎乎的一片，就是大家可能都穿着这种职业装，这个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大家都穿着这种职业的西装，然后场地里面呢都是那种比较日式的颜色，酒店也是整个日式的酒店，再加上就是大家可能都还是把这个忘年会当成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大家都是穿着黑乎乎的西装，然后站在这个比较严肃的场合里面。就是我会感觉就是这个忘年会对，和我印象里面在网络上面看到中国的年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我在德国的公司里面呢，也参加过一次类似的这种忘年会，也参加过一次比较类似的年会吧，但是我感觉那个形式不能算是年会，它更像是一个派对，
然后就是一个跨年的派对，大家就是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不会很严肃，就是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是3个国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中国的年会很像春节联欢晚会，一定要上台表演。有很多的上台表演的活动，有很多公司会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活动，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在中日德3个国家的不同体验。你们国家会有这种形式的年会吗？你们会期待年会的发生吗？你们会期待年会的到来吗？你们的公司会有这样吗？期待听到你们的回答。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